那在我改造之前，这个19分钟的影片输出的时间是3分22秒。那在我做了改造之后呢，它输出的时间降为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今天要拍的影片就是一个蛮多观众敲碗希望我来做的没关系，我就来当个实验品吧。OK， 那就是在国外的论坛，还有一些 YouTube 影片，他们都有提到如何把你的 M1 MacBook Air 改造成 M1 MacBook Pro。那这个改造的意思就是说，让它的效能可以跟 Pro 一样好。那我们这边讲到他们进行的小改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 M1 的 MacBook Air 里面把它的背板拿掉，然后放一些散热片进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造呢？因为其实 M1 的 MacBook Air 是这一次 M1 所有机种里面唯一一个没有风扇的，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M1 的 MacBook Air 常常会因为温度过高的问题而去限制它的表现。如果我在里面让它散热变得更好，会不会让它的效能表现跟那台 MacBook Pro 一样好？在他们实际测试下来呢，不管是在跑分或者他们在做一些比较繁重的一些工作剪片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它的效能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基本上就是跟 M1 的 MacBook Pro 表现一样。那有一些情况下甚至还超越，这个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夸张？既然很多观众也希望我来实际测试看看，就是说在我的使用状况下，如果我做这样的改造，会不会让我的 M1 MacBook Air 它的表现有一些进步？那我觉得这也是算一个蛮有趣的实验方式因为我们看他们都是测试一些非常繁重的那种跑分的测试，那其实那个有时候并不等于我们实际使用的方式嘛。那我用的方式其实最常就是在剪片，而且我剪的片大部分我输出的档案格式还是 H.264， 拍摄的机器我也不会用到10位元去拍，所以这种情况下，到底我来使用会不会看到很显著的进步，或者是有更显著的进步呢？那我们就先来试试看咯，就先来进行一个小改造，就让你们看看这个整个过程要怎么做。所以你们如果有人想要试试看的话，就可以看着我的步骤看怎么做了。OK， 那我们就开始吧。OK， 好，那现在就要来帮我们的 MacBook Air 进行改造。好，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几个螺丝，你需要把它拆掉。OK， 好，它打开。里面有风扇，看起来还蛮干净的。那我们这边需要贴的就是在这个部位，这边这样过来。好了，那这样大致上就贴了大功告成了吧？那我就把它盖回去，然后再来测试给大家看咯。看起来后面这个部分是需要撕掉的。刚刚如果要移除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先用吹风机，然后把它吹得热一点之后，再慢慢剥下来，这样就不会撕破这个胶带的地方。好，那我就把它锁回去，然后再回来跟大家测试一下我做了这个小改造之后的结果吧。OK， 好，改造完，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点实际的测试。首先，我们就先来跑 Geekbench 的跑分啦，因为这个我先前在跑的时候，我看到的分数其实也是算还不错。在我加入这个散热片之前，我跑 Geekbench 的跑分是这样子。OK， 那改造之后呢，它的跑分进步到所以这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进步啊。好，那其实这跑分对我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它实际在平常在剪片输出的时候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好，那我这边会分2个东西来测试。第一个输出的就会是一个19分钟的 HD 的影片，档案格式是 H.264。在我改造之前，这个19分钟的 1080p 的影片输出的时间是3分22秒。在我做了改造之后呢，它输出的时间降为3分18秒。这样看起来好像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进步，这个2-3秒的差距也不知道是不是就只是在误差值之内。那我大概又跑了几次，得到的结果大概3分18秒、3分20秒或3分21秒，这个看起来好像跟先前没有改造前没有太大的进步。我们现在再来测试一个20分钟 4K 的影片，看这种时候输出会不会因为我做了这样改造而进步。好，那这个用 Final Cut Pro 输出20分钟 4K 的影片，改造之前输出的时间为9分钟58秒，加了散热片之后，输出的时间为9分57秒。这个好像基本上好像也是在误差值内。那我又试了几次，那它大部分都是在9分56秒到9分58秒之间。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太大的进步。然后我之后又回去看看很多人使用的散热片啊，还有他们影片里面到底跟我的差别在哪里。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买的散热片是一个散热系数比较低一点的。其实，在 Linus 的影片，它里面有说他用的是很便宜的散热片，可是他还是有看到显著的进步。但可是，在 MaxTech 的影片，它里面用的是比较高散热系数的一个散热片，所以我想说，那可能是我买的散热片太便宜，所以我又去下定了一个比较贵的散热片。那我后来买到散热片，它的散热系数是我先前的那一片的1倍。那这一片的价格好像一片就是300多块啊，300-400块，所以呢，这两个买起来就是700多块钱。我们再来试试看，如果我改成这样的散热片的时候，它会不会因为这样它散热的效能更好，然后呢，我们在实际使用上的时候能看到更显著的进步？那我们现在就先把它换上去看看吧。OK， 那回来后基本上换的过程你们也看到就一模一样，我只是把旧的散热片移除，然后新的换上去。那我们就来实际跑看看。那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改造之前嘛，输出一个19分钟的 1080p 的影片，它输出的时间是3分22秒。那我们在换上这个更贵的散热片之后，它输出的时间为3分19秒。这个好像跟先前那个比较便宜的散热片的效果差不多，这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误差值之内。那就算是真的有进步，这个2秒对我而言说真的有点不痛不痒。好，那我们就来再试试看，如果是输出 4K 的影片，它的效果会不会更好？改造之前输出20分钟 4K 的影片是9分58秒。那在我现在换上这个比较贵的散热片之后，它输出的时间为9分55秒。我又大概前后测试了几次，得到就差不多这样子，那可能就是2-3秒的进步，或者是这可能只是误差值。那我就是去想说这个问题在哪里，我后来就慢慢去观察它的温度。那我测试，我就可能把散热片先拔掉，来回跑不一样的测试，看不一样的指数。那我发现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平常其实在我自己使用的情况下，我的电脑常常是一个架高，我后面有一个贴在电脑后面的地方，平常可以把电脑架高。那这个就是我一个习惯。另外一点也加上这次 M1 基本上也不太会发热，所以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那我又去观察它平常系统使用的温度，发现就算在没有贴散热片的情况下，它的温度一直都不会到很高。就算在我输出 4K 影片的时候，它最高也是到大概60-70度左右。到这个温度来讲，它其实也不会造成它整个效能下降。那我觉得就是我使用的情况，基本上本来就不会把系统推到一个需要去降速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讲回来，贴散热片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必要？其实我看了很多人的比较，他们大部分都是在一些非常非常繁重的测试里面看到进步。他们自己在论坛里面有讲到说，其实如果没有跑这些测试的话，他们平常用电脑的情况根本不会把电脑推到这种程度。那所以如果说为了证明这个散热片是会让电脑的效能更好，然后就用那种跑分的方式去测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没有办法反映到你真实会使用到的情况。今天的影片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以我自己真实的使用情况下，贴这个东西对我的工作效能是并没有进步的。这种情况下，我建不建议你这样做呢？我觉得一般人买 M1 的 MacBook Air 可能他使用情况就是一般的文书啊、看影片、上网，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你使用这个电脑比我还要超的情况。那我觉得用这个东西就没有任何必要。第一点就是说你要拆开你的电脑，那虽然只是一个背板，那看起来这样也应该不会去影响到你的保固，这一点我没有办法保证，你可以再去问苹果。就算是这样，我也觉得不太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散热片也是有分品质嘛，如果你贴到一些品质比较不好的，它可能久了会出油啊，那个油如果漏到里面，就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这种时候，如果是因为它里面出油而去伤害到你里面的主机板，就绝对会影响到你的保固。那为了一个这个不太有效用的东西去这样做，我就觉得不太必要。那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想要让电脑平常保持一个比较凉快一点的温度的话，你要增强它使用寿命或是什么，那我觉得就把电脑架高就好。我觉得很多种方法，像我以前比较原始的就是可能用钱币把它架高，那或是买那种电脑架高的那种脚，我觉得都可以，看你要怎么用。况且一样的钱你去买这种不管是垫高架还是什么电脑底部的风扇来讲，它都还是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东西。那有时候垫高你在打字的时候也比较方便，或是看萤幕的时候可能对你脖子也比较好。所以这样相对来讲的话，与其买散热片，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把你的电脑架高，这样就好，可能还不用花钱，对不对？好啦，那今天这个测试算是让我有一点点小失望了，因为花了总共1000多块钱，也花了很多时间拍这个影片。可是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也是要真实的反映给大家看，还是要回归到现实的使用状况，看看在这种情况下用贴的这个散热贴片对你会有帮助。那今天的测试显示出来对我没有，那
对你会不会有人可以再自己考量看看咯。那如果你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赞、按下小铃铛跟分享。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咯，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了，拜拜。